第6章，灵魂与其知觉的本质，第526节，1970年5月4日星期一晚10点。有了到此为止所给的一点点背景，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讨论此书的主题——灵魂的永久有效性。即使当我们在探索其他的题目时，我们仍会试着阐明这内我的多次元面貌。有许多错误的概念与之相连。首先，我们要设法铲除这些。首先，灵魂不是你所拥有的什么东西，它就是你之为你。我通常较喜用存有这个字眼，而不用灵魂，只因为存有这个字没有与那些特定的错误概念连在一起，而它的含义在组织性的意义上比较不带有宗教性。问题在于，你们常把灵魂或存有想成一个已完成的静态的东西，属于你却不是你。灵魂或存有，换言之，你最亲密有力的内在本质是，而且必是永远在变的。因此，它并不像个被珍视的传家宝，它是活生生的、有反应的、好奇的。它形成了你所知的肉身与世界，而它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。现在，在这个你的自我所专注的三次元实相里，变为预设了某种到达或一个目的地，给那曾在变为状态中的东西一个结束。但灵魂或存有基本上存在于其他的次元，而在这些次元，完成并不依赖到达不论是心灵上或别的方面的任何一点。灵魂或存有总是在一种流变不居或学习的状况，而且在与时间或空间无关却与主观感受有关的发展中。这并不像听起来的那样神秘。我的每个读者都在玩一种游戏，有意识的自我假装不知那全我确实知道的事。既然自我确是全我的一部分，那么他必然基本上知道这些事。但是在他对物质实相的极端灌注中，他假装不知道，直到他觉得有能力实质地利用这些资料为止。因此，你确实可以与内我相通，你并没与你的灵魂或存有断绝关系。自我喜欢把他自己想做事掌舵的船长，可以这样说，因为自我本来就在动荡不安的物质实相的大海中打前锋，他专心在这个任务上，不愿分神。在自身的不同层面之间，总是存在着心理上或心灵上的通道，自我无意义地接受由人格的内在部分来的资料。事实上，自我的地位大半依赖这种对内在资料的无意义接受。换句话说，自我就是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外在的自己，你的那个部分。它之所以能维持它的安全与它表面上的统帅权，正是因为你自己人格的内在层面不断地支持它，维持肉体的运作，并且与由外在和内在状况而来的多种刺激保持沟通。灵魂与存有经过转世，经过存在其在可能的实相中的经验，不但没有萎缩，反而得以扩展。以后我会再解释可能的实相。只因你对自己的存在具有极为狭窄的观念，所以你才坚持它有个几乎是贫瘠的单一性。在你体内有亿万的细胞，但你却称为你的身体为一个单位，还认为它是属于你自己的。你的确是由内而外的造成了你的身体，然而你是由活生生的东西来形成它的，而每个最小的粒子都有它自己活生生的意识。有葱生的物质，同样的也有葱生的意识。每一个个体都有它自己的命运、能力与潜能。你自己的存有是没有极限的，所以你的存有或灵魂怎么有界限呢？因为界限会包围它，而否定它的自由。灵魂常常好像被认为是块宝石，最后被当作礼物呈现给上帝，或像是以前有些妇女看作是他们的贞操一样，极端的被珍视，而却必须失去的东西。失去它是表示给了接受者一样美好的礼物。在许多哲学里仍保留了这类的概念，
灵魂被还给一个最初的赐予者，或被溶解于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某种模糊状态。但是灵魂最重要的是具有创造力，可以有许多观点来讨论它。我对它的特性能有某程度的描写，而的确大部分的读者，如果他们有非常强的动机，如果这是他们最关切的，读者能自己找到这些特性的。灵魂或存有本身在任何宇宙中都是最有冲劲、最有精力、最有潜力的意识单位。它是浓缩到一个你不可信程度的能量，它含有无穷的潜力，但它必须努力达到它自己的身份，形成它自己的世界。它内心背负着所有生灵的重担，在它内有超过你能理解的人格潜能。要记住，我说的是你的灵魂或存有，也是一般的灵魂或存有。你只是你自己灵魂的一种视线而已。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将你的实相，你整个的实相，局限在你现有的经验之内呢？但当你想象你现在的自己是你全部的人格时，或坚持你的本体在无穷的永恒中一直维持不变时，你就是在自我设限。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确会是了无生气的。在许多方面，灵魂是一个初期的神，以后在本书中我们会讨论神的观念。但是就目前而言，我们只关切到存有或灵魂，那个更大的我，即使现在也在每个读者经验中的隐秘处对你悄悄耳语。我希望在这本书里不只给你保证你的灵魂或存有的永久有效性，而且帮助你在你自己心内感觉到它充满活力的实相。不过你首先必须对你自己的心理和心灵结构有些概念。当你对你是谁、你是什么有了某程度的了解之后，我才能把我是谁、我是什么解释得更清楚。我希望使你对你自己的那些深具创造性的方面有所认识，从而能用它们来扩张你整个的经验。